Hello，大家好。由于最近比较忙，更新就晚了些。感谢评论区小伙伴的支持。那本期视频主要来讲一下 Appium 做安卓自动化测试时一些常用的 API。首先是跟绘画相关的，看一下原来的代码，就是先创建一个字典，然后通过这一个方法去把这个内容加载进来，通过这个方法去构造一个这个 options 的一个实例。那其实它还有另外的写法，就是我们先去创建一个实例，然后呢再去设置它的一些属性。这个其实就相当于是在设置这个 capabilities 参数了。这样写呢有一个好处，就是它不需要你去记住这一些设置项的名称，你直接点一下就可以点出来了。这些参数代表什么也不多说了，跟之前说的都差不多。然后这里要提一下，就是说它除了这些参数以外，它还有一些这个驱动支持的一些设置项。看一下 UI Automate 2这个驱动的文档。元素定位，稍等一下。就是在这里，它有支持很多个设置项，这些设置项呢跟那个 capabilities 参数是不太一样的。一般情况下就是说，这个 capabilities 参数基本上是在绘画开始的时候就设置的，就是你设置好这些参数，然后把这个参数在开始创建绘画的时候就传递进来了。然后如果是设置的话呢，这些设置项既可以在开始的时候设置，也可以在测试的过程中再去修改。不过那个就是另外一个 API 了。在这里的话呢，就是你刚开始的时候，绘画刚开始的时候就设置，那就用这个 options 的这个方法。然后这里的设置项有很多，这个呢后面应该会单独再出一期视频来讲解，这里就不再细说了。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连接这个 Appium 的服务，就是通过 WebDriver 的这个 remote 方法去创建一个测试绘画。那连接的这个服务的地址，假如你的测试脚本跟 Appium 的服务是在同一台设备的话，一般就可以用 localhost 或者是127.0.0.1，也是代表本机。这个 options 就是我们前面定义的一些 capabilities 参数。好，接下来就是 driver 相关的。这个 driver 相关的话，它有很多支持的 API， 就是太多了也说不过来，这里就只讲一些常用的。比如说像这一个方法，就是隐式等待，就是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会在测试开始的时候就先设置好它，然后查找元素的时候，如果超过了这一个时间，那么它就会报错，或者是执行命令的时候超过这个时间也会报错。这里的参数值它就是等待的一个超时的时间，单位是秒。
这个就不说了，因为前面已经用到很多了，就是查找元素的。然后这个是获取剪贴板的内容，就是比如说像有一些功能，我们点击之后可以复制到一些内容，比如说像电商系统里面，点击这个订单号可以把单号复制下来，就像这种场景，我们也可以去通过获取剪贴板的内容来验证它是否真的有成功复制到。然后这个 update settings 就是去更新一些设置项，这是它的参数，就是一个字典，你可以更新一个设置项，也可以更新多个设置项。这里就是获取这个绘画的一些设置的内容。然后呢，这个执行脚本，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方法。去看一下官方的文档，在这里有一个平台相关的扩展，找到这个 Python 这里就是这个方法，就是说其实它是 UI Automator Tool 支持的一些命令或者说是脚本，可以理解为它事先准备好的功能，方便客户端去调用的。那这里的第一个参数的话就是那个脚本的名称，然后第二个参数的话是一个字典，就是这个脚本需要传递的一些参数。可以往下看一下，这个就是脚本的名称，然后这些就是相关的参数。往下滚动可以看到有很多这种脚本，非常多。这一部分的话，后面应该也会单独出一期视频去讲解，这里就不过多的解说了，大家先了解一下。接着往下讲。然后这个是保存截图，这就是退出，就是相当于退出这个测试绘画了。然后是元素相关的操作，这些都比较简单，大致看一下就好了。像什么点击啊、输入内容啊，还有清空、输入框这些。当然，这些方法并不是所有元素都支持，就是说特定的类型它可能支持特定的方法。就比如说像这个输入文本，一般都是那种输入框类型的组件。这个是清空输入框，然后呢，这个方法也要注意一下。也是比较常用的，就是获取元素的某个属性，通常是用于校验操作的结果是否符合预期。比如说你点击某一项，然后它跳转到某个界面，可以去校验一下这个界面的标题是否符合预期。那你就可以去获取这个标题这个组件的一个文本。当然了，这个一般情况下，如果是获取文本的话，它会有一个更快捷的方法。然后这里是获取元素的一些状态值，比如说是否已经显示啊，或者是否已启用，或者是否已选择。当然，这些也是跟元素的类型相关的。不是所有的都支持。然后这个有一个截图的方法，注意看一下，跟前面这个 driver 的这一个截图方法是有一点区别的。这个的话，它就是截取的是整个屏幕，然后这里呢，调用这个截图方法的是这个元素本身，所以它截取的范围也是这一个元素的范围。
然后还有查找元素的方法。如果是你找到某个元素之后，你再去调用查找元素的方法，意思就是以当前这一个元素为根节点，再去查找元素。然后这里参数的话呢，就是跟之前这里是没什么区别的。现在来看一下代码，这个就是我们之前用到的设置这个 capabilities 参数的一个方法。首先是定义的是一个字典，然后通过这个 UI Automator 2 Options 的这一个 Load Capabilities 这个方法，去构造一个这个 Options 的一个实例。那现在呢，我们是换另外一种方法，就是直接去创建它，就是先去创建它，然后保存到一个变量中，然后再去设置它的这些各种属性。当然，如果你还想去增加其他的，就可以比较方便的找到，你就输一个这个变量名，然后输入一个点号，它就会出来一些它支持的属性和方法。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很方便的看到都有哪一些。当然，这些它也不是所有类型的都支持，因为这里的列出来的方法的话呢，它其实是包括其他类型的驱动的一些 options 的方法。OK， 然后就是说，如果你用这一种方法找的时候，没有找到你想要的这个 capabilities 参数的话，还可以用这种方法去设置，就是 set capability 这一个方法。这个就是具体的 capability 的一个名称，然后这是它的值。OK， 接下来这个 server URL 这个的话，可以展开说一下。先启动一下 APM 的服务，这里可以看一下，它默认启动的是就是0.0.0.0，然后4723这个端口。这个4个0呢，代表的就是说，它支持通过我这一台电脑上的所有 IP 去访问。这里它有列出来目前可用的 IP， 像这个的话，它就是本机的 IP， 可以看这里括号里边有注释说明，就是说只有在相同的机子上面它才可以访问的，也就是说我这一个客户端的代码和我这一个 server 是在同一台电脑上面。然后这个的话，它就没有这样子去说，其实这一个的话是我这一个电脑所在的局域网的一个我这台设备的 IP， 也就是它的内网 IP 地址。这样子的话，我如果是在其他的机子上面，我其实也是可以访问到它的，就是说在同属一个局域网之内的机子是可以去访问到这个 APM 的服务的。OK， 然后这一期的示例呢，我只写了这么一个，因为这里涉及到的这个 API 实在是太多了。如果要为每一个 API 去找到合适的演示场景的话，会是一个非常大的工作量，我就不逐一演示了。看一下这个示例，仍然是用系统的这个设置 APP 来进行演示，然后在这里去创建绘画，通过这个方法去创建一个测试绘画。这里设置一个超时时间，这些写在 setup 里面的
内容，就是我每一次执行一个测试用例的时候，它都会去调用这个方法，先调用这个方法，然后再执行测试用例，执行完之后再调用这个 tear down 这个方法去退出这个绘画。然后这个是测试用例的内容。OK， 这里的话主要是讲这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一个执行脚本的这个方法。那我这里举了2个示例，一个是滚动，一个是长按。先手动执行一下，是打开设置 APP， 然后这里是找到一个可滚动的元素，然后去滚动这个元素，以使这个目标的元素可见。那这个目标的元素是这一个包含这个文本的元素，也就是这一项关于模拟设备这一项。然后呢，我去点击这一项，再执行长按的操作。长按的是哪一项呢？长按的是这一项，这个 device name 就是这个设备名称。长按这一项，然后去点击 copy， 也就是复制这个按钮。OK， 然后再去校验一下这个剪贴板的内容是否与预期的一致。最后再演示了一下这个整个界面截图以及单个元素截图的方法，大概就是这样子一个过程。现在去看一下这个关于这个滚动这一个脚本的一个文档，一个说明。这里说的是滚动某个可滚动的元素，直到某一个目标元素可见。那目标元素呢，它就是通过这2个参数去标识的。那这里的这一个 element id 这个参数呢，它就是你要滚动的那一个元素。这个元素它是有一些条件的，就首先它必须是可滚动的，并且呢，就是必须是通过这个 Android UI Automator 这个方法去查找到的这个元素。还有就是，如果你不提供这一个参数的话呢，它就是默认会滚动第一个找到的可滚动的元素。这里传的参数并不是元素本身，而是这个元素的一个 ID。这里的 ID 是指测试过程中这个元素在绘画中的一个标识，并不是我们平时查找元素时使用的那个 ID， 这里要注意区分一下。所以是需要先找到可滚动的元素，然后再通过它的 ID 属性去获取到它的 ID。然后这一个 strategy 和 select 这2个参数，它就是用来标识这个目标元素，就是你通过什么方法去查找你这个目标元素。因为它这一个滚动的这一个脚本本身做的一个事情，就是你滚动某一个可滚动的元素，然后直到某一个目标元素可见。那么这个目标元素就是通过这个方法去查找。比如说像它这里的示例，就是它通过 accessibility ID 去查找，然后它的相应的值是这一个。这里需要注意一下，就是这个查找的方法它并不支持所有我们之前学到过的那些方法。这里的话它就是支持这个，还有 class name 以及这个 Android UI Automator， 就是这几种方法去查找这个目标元素。
这个的话就不是很重要了，就是一个最大的滑动次数，也不是必填的。对应过来的写法就是这样子，这里是脚本的名称，然后这里是它的参数。刚刚说的第一个参数是这个元素的 ID， 那么我要先找到这一个元素，然后通过这个 ID 这个属性去获取到它这一个标识，然后这个就是目标元素的查找方法。那我这里就用这一个方法去查找，找到这一项包含这个文本的，也就是刚刚我们在这里说的这一项。但是这里要注意一下，它只是滚动直到这一个元素可见，它并没有点击的操作。所以呢，我这里要再单独去点击这一个元素，然后跳转到下一个界面去，我再找到设备名称这一项，然后再去执行一个长按的操作。长按这一项，这个长按的这个脚本也可以看一下。这里的话，它是一系列的，这里是一些手势，就是一些手势的命令。这里就是长按的一个手势。那现在可以去看一下这一个详情。第一个就是长按，看一下它的参数。这一个的话跟我们刚刚说的那个类似，就是这个是指你要长按的那一个元素。这个 ID 也同样是跟刚刚说的类似，就是元素在绘画中的一个标识，也是要先找到这个元素，然后再去获取它的 ID 作为参数传进来。然后 XY 的话可以表示一个坐标点，也可以表示一个相对位置，这个取决于你这个参数。就是说，如果你只填这一个参数，那么它就是长按的对象就是这一个 ID 所对应的元素。如果你只传 XY， 那么它长按的对象就是 XY 所组成的一个坐标点，就是长按那一个坐标点。然后假如你同时提供这个 element ID 以及 XY 的话，那么就说明你长按的这一个目标位置呢，就是这一个元素的左上角，就是从这一个元素的左上角开始算起它的一个相对的位置。然后呢，这一个参数的话，就是它的时长，就是你要长按多久，单位是毫秒，默认就是500毫秒。回到代码这里，这个点击复制之后，获取剪贴板内容，这里需要注意一下。因为这一个可以点过去看一下它的定义。你看它的返回值是字节类型，所以呢，你必须要先把它转成字符串，因为我这里是跟一个字符串去做比较。这里就是假如它失败了的话，就报错，这就是一个错误信息。我这里只是随便写的啊，就是实际去做一个比较系统的测试的话，会考虑到更多方面的因素。然后这里保存界面的截图，保存元素截图。
好，现在来执行一下。测试已通过。看一下这个截图，这个是元素的截图，可以看到它是只有一部分内容的。然后这个的话就是界面的截图。OK。然后这里再扩展去说一下刚才说的这一个，就是你去连接这一个 APM 服务的时候，就是除了这一个 localhost 以外，也还可以用局域网去连接。我现在去启动一下我的虚拟机，这里有一个 macOS 的虚拟机，我去模拟一下这个客户端的代码，跟我的 APM 服务是不在同一台机子上的这种情况。这里先把它停掉，再启动一下。可以看到它现在这里又多了几个 IP， 这里其实的话有一些是因为我这一个虚拟机跟我的这个数主机之间它有一个内部的网络，所以它又多了几个 IP。就是除了这个本机的 IP 以外，它这里其实都是可以在局域网内访问到的。下来看一下，这是我在这个 macOS 的这个虚拟机上面打开了这个 APM Inspector。之前也说过，这个 APM Inspector 本身它也是 APM 的一个客户端，现在就直接通过这个来演示一下。这里的参数大致看一下就好了。这个示例呢，用的是之前写的这个安卓 demo APP。之所以用这个，是因为我这里还想要演示一下这个 APP 这一个参数。你在这一种情况下，你要连接的这一个 APM server 它是在另外一台机子上，然后你这一个参数你要填的其实是在另外一台机子上它的位置，并不是在你这个客户端里面保存的。好，现在来改一下，比如说我用这一个，端口号同样是4723，这里也改一下，用这一个 IP。这一个路径的话，其实是我在之前的这一台电脑里面去启动一个这个 Web 服务，这个也是 Python 自带的一个 Web 服务，非常方便，一条命令就可以启动了。这个是我现在这一个项目的一个目录，然后在它的这个 APP 目录下，就是把这个目录相当于是通过这个 Web 服务可以去访问到这一个目录下面的文件。OK。
所以现在你在这个虚拟机上面就可以验证一下。你看，确实是这一个位置，看到这2个文件，就是在局域网之内，我是可以通过这个路径去获得这一个 APP 的安装包。那为了验证一下我这个是确实是从这个远端而不是本机去得到的这一个 APK， 我现在先把我这一台设备，就是相对于我这个虚拟机来说，我这个安卓机其实它是在远端的，并不是连接它本机的。现在把这个卸载掉。好，看它这里已经安装上了，可以打开，没问题。这里也可以查看它的元素，一切都是正常的。这个之所以去讲这一个内容呢，主要是想说一下，假如你想在自己的这个局域网内去架设这么一台机子作为 APM 的服务器的话，客户端是可以在同一个局域网内的任意一台机子，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去集中去配置这个自动化测试的一个环境，在某一台配置比较高的机子上面，然后在同一个局域网内的机子都可以访问，就是大家都可以使用。现在可以把这个示例代码挪过来到这个虚拟机上面去试一下。我是想要在我的这一台虚拟机上面去访问这个远端的这个 APM 的服务。接下来要演示一下，就是怎么手动去创建一个 Python 的虚拟环境，因为我们之前都是直接用 Python 来创建的。这里顺带提一下，先新建一个目录吧。把这个目录作为我这个测试项目的一个目录，然后进入到这一个目录，我再去创建虚拟环境。这个指的就是虚拟环境的名称，这是随便自己命名的，不一定非是这一个。OK， 然后激活虚拟环境。这个激活虚拟环境的话，它是在这个虚拟环境这个目录下面有一个 bin 一个 activate 这个脚本。当然了，就是这个是 Mac OS 的，如果是 Windows 的话，它应该是在不同的目录，可以自己找一下，层级也不多。好，这里前面可以看得到，已经显示了虚拟环境的标识，说明我们现在已经是处于这个 Python 的这个虚拟环境里面了。现在就可以去装一些需要用到的库了。然后去安装一下这个客户端库。这里注意一下，我用的是一个国内的这个清华的镜像，安装会更快一些。
OK， 可以看到这个已经安装成功了。我去创建一个文档，直接把这个代码复制过来吧。之前写的一个小片段，就是点击这个 Gallery 菜单项的一个小用例。好，现在我们的客户端代码已经在这里了，可以打开看一下。刚这里提到这一个 server URL， 好，这里写的就是它的一个 IPM server 的一个局域网的 IP， 那这个就是没有问题的了。需要改的一个地方是这个地方，这个对齐比较重要啊。刚刚应该是10021。把这个 APP 的这个下载地址填一下，这样子的话就跟我们刚刚在这个 Inspector 里面演示的差不多了。OK， 代码写好了，然后现在可以来执行一下，也不用 Python 3吧，现在已经在虚拟环境里面了。确保这边的 IPM 的服务已经启动了。OK， 到这个虚拟机里面。好，可以看到这里 OK， 测试已经通过，是没有问题的啊。这里就是演示了一下说你的这个 IPM 的客户端测试代码跟这个 IPM 的服务不在同一台机子的时候是怎么去访问的。当然不一定是说只有这个局域网可以访问啊，如果你这一台电脑有一个固定的公网 IP， 并且你这个网络是已经设置好的，比如说防火墙这些都已经设置好的话，也是可以通过公网去访问的。当然了，这些涉及到一些计算机的网络知识，我就不在这里展开说了。前面提到说这里的这个 driver 它其实还有很多可以用的方法，你可以点一下，然后就可以看到它这里支持很多的方法。像某一种方法，如果你不是很确定它是什么意思，或者是怎么去用的话，你可以先把它写出来。比如说这一个 swipe 滑动，然后按住 Command 键，然后去点击它。如果是 Windows 电脑的话，就按住 Ctrl 键，然后去点击这个方法，它就跳转到它的一个定义的位置，可以看到一些用法以及它的参数说明。如果这些看的不是很懂的话，可以用 AI 去翻译一下。就是因为这里支持的方法实在太多了，我也没有办法一一去讲解。如果大家有哪一些方法，或者是比如说像这一些可用的这些属性不是很理解的话，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好，那本期的视频就先到这了。如果觉得有用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下期再见了，拜拜。